經引導。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第23章。退潮。我的小圓周，後來我用過之後才完全明白，對我這樣體格和體重的人來說非常安全，既靈活又適航，但是它極難駕馭。無論我怎麼努力，它總是偏離航向，最擅長的就是不停地原地打轉。就連本干也承認，它很難駕馭，除非你對它了如指掌。我的確還不了解它，它總是偏離我想去的方向，到處亂飄。大部分時間，它都是橫着走的。我敢肯定，要不是因為退潮，我恐怕永遠也到不了那艘船。幸運的是，儘管我使勁划槳，退潮還是不可阻擋地把我推向伊斯帕尼奧拉號。那艘船正好在小圓周順流而下的航道上，所以不可能錯過它。起初，它在我面前像一團比黑暗本身還要濃黑的影子。接着，它的帆橫和船身開始顯現輪廓。幾秒鐘之後，我感覺只過了這麼短時間，因為我越往前飄，潮水的推力就越大。我就到了它的锚索旁邊，一把抓住了它。锚索繃得像弓弦一樣緊，可見船錨抓得很牢。在黑暗中，船身周圍的水流汩汩作響，像高山上的溪流在歌唱。只要用我的水手刀一割，伊斯帕尼奧拉號就會隨着退潮飄走。到此為止，一切順利。但我立刻想到，繃緊的錨索如果突然被割斷，會像一匹脫韁反踢的烈馬一樣危險。如果我魯莽地割斷伊斯帕尼奧拉號的錨索，十有八九我和小圓周都會被彈飛，遭受重創。這讓我停了下來。如果不是運氣再次眷顧我，我可能就不得不放棄計劃了。但是，先前從東南和南方吹來的微風，在夜幕降臨後轉向了。現在正從西南方吹來，就在我思索之際，一陣風正好吹在伊斯帕尼奧拉號上，把它向上游推去。我欣喜萬分，感覺到手中的錨索鬆弛了一些，我的手也隨之沉入水中片刻。這讓我下定了決心。我拔出水手刀，用牙齒撬開刀刃，然後一縷一縷地割着纜繩的纖維，直到只剩下2股還連着船。然後我靜靜地等着，盼着再來一陣風，讓纜繩再次鬆弛下來，好讓我割斷這最後幾股纖維。這段時間，船艙裡一直傳來談話聲。不過說實話，我的心思全在別的事情上，幾乎沒留意他們在說什麼。但現在，既然無事可做，我便開始更仔細地聽了。其中一個聲音，我立刻就認出來了，那是舵手伊斯雷爾漢茲的，他曾是弗林特船長的炮手。另一個，自然是我那位戴紅帽子的朋友的。顯然，這2個人都喝得有些迷糊了，而且還在繼續喝。我聽着他們說話的時候，其中一個人醉醺醺地喊了一聲，打開了船尾的窗戶，扔了件東西出去。我猜是個空瓶子。但他們不僅是喝高了，而且顯然怒氣沖沖，咒罵聲像冰雹一樣密集，時不時就爆發出一陣怒火。我以為他們非打起來不可，但每次怒氣都會平息下來，他們又會低聲咕噥着交談一會兒，直到下一次爭吵爆發，然後又不了了之。在岸上，可以看見營地篝火的光亮透過岸邊的樹林，有人在唱一首古老憂鬱而單調的水手歌，每句歌詞的結尾都有一個拖長的顫音，聽起來仿佛永遠唱不完，除非唱歌的人自己沒了耐心。在航行途中，這首歌我已經聽過不止一次了，我還記得其中的幾句歌詞。但是75名出海的船員中，只有1人幸存下來。我不禁想到，這支小調對於這群今早遭受了如此慘重損失的人來說，真是再合適不過了。但是說實話，
據我所見，這些海盜們個個都麻木不仁，就像他們航行於其上的大海一樣。終於，微風吹來，帆船微微側移，在黑暗中向我靠近。我感到錨索又一次鬆弛下來，便使出全力割斷了纜繩最後剩下的幾股纖維。微風對小圓舟沒什麼作用，我幾乎立刻就被推向了伊斯帕尼奧拉號的船頭舷側。與此同時，帆船開始緩緩地原地打轉，橫向水流。我拼命地劃着，生怕隨時被它吞沒。我發現無法直接把小圓舟推離大船，便開始奮力向船尾划去。終於，我擺脫了這個危險的龐然大物。就在我最後一次推動小圓舟時，我的手碰到了一根從船尾舷牆垂下來的纜繩，我毫不猶豫地抓住了它。我很難說清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起初純粹是出於本能，但是當我抓住那根纜繩，感覺到它很結實時，好奇心便開始攫住我。我決定從船尾的窗戶往裡瞧一眼。我順着纜繩慢慢向上爬。當我估計爬得夠高時，便冒着極大的危險，把自己抬高了一半，這樣我的視線就能越過船艙的天花板，看到裡面的一部分情景。這時，帆船和他的小夥伴都在水面上快速滑行。說實話，我們已經飄到了營地篝火的旁邊。大船像水手們說的那樣，嗓門洪亮，離開無數細浪，發出持續不斷的嘩啦聲。直到我探頭到窗台上，才明白為什麼船上的哨兵沒有發出警報。然而，只消一眼就夠了，而且我也只敢從那不穩當的小舟上匆匆瞥了一眼。那一眼讓我看見兩個男人正扭打在一起，進行着殊死搏鬥，每個人都死死掐着對方的喉嚨。我及時跌坐回橫坐板上，不然就差點一頭栽進水裡了。一時間，我只能看見那兩張因憤怒而漲紅的臉，在冒着黑煙的油燈光下同步晃動着。於是我閉上眼睛，好讓他們重新適應黑暗。那首沒完沒了的歌謠終於唱完了，所有幸存的船員們都開始高唱那段我常在船上聽到的副歌，只不過這次他們是圍着篝火唱的。15個人扒着死人香，喲呵呵，還有一瓶朗姆酒，酒和魔鬼結果了其他人，喲呵呵，還有一瓶朗姆酒。我正在思忖着此刻酒和魔鬼在伊斯帕尼奧拉號的船艙裡該有多麼忙碌。這時小圓舟突然猛地一晃，讓我吃了一驚。與此同時，船只明顯偏離了航向，而且速度也奇怪地加快了。我立刻睜開眼睛，我發現自己被細小而帶着靈光的海浪包圍着，它們發出乾燥的噼啪聲。在我前方幾碼遠的地方，伊斯帕尼奧拉號似乎遲疑了一下，我看見它的帆橫在夜色中微微晃動，襯托着漆黑的夜空。不，仔細一看，我發現大船確實也在向南偏轉。我回頭一瞥，心砰砰直跳，幾乎要跳出胸膛。就在我身後，營地的篝火閃耀着光芒，水流已經拐了個直角彎，帶着高大的帆船和跳躍的小圓舟一同飄去。它不斷加速，水聲越來越響，先是汩汩作響，然後變成低沉的呼嘯，旋轉着穿過海峽，奔向開闊的大海。突然，在我面前，帆船猛地一偏，大約轉了20度。幾乎同時，船上接連傳來2聲尖叫。我聽見急促的腳步聲跑上甲板。我明白那2個醉漢的爭吵終於被打斷了，他們從災難臨頭的預感中驚醒過來。我躺倒在船底，虔誠地把靈魂托付給上帝。我確信，在海峽的盡頭，我們會一頭撞上某處波濤洶湧的沙洲，我所有的苦難都將迅速了結。雖然我也許能夠忍受死亡的念頭，但我無法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厄運步步逼近。
我就這樣躺了好幾個小時，任憑海浪不斷顛簸，渾身被如山高的浪花打得濕透。每當小舟沉入浪谷時，我都等待着死亡的降臨。漸漸的，疲勞戰勝了我，一種麻木和昏沉的感覺，即使在恐懼之中，也籠罩了我的心頭。直到最後，睡意佔了上風，我就那樣在被大海搖晃的小圓舟裡睡着了，夢見了我在老舊的本堡海軍上將客棧的家。